各位朋友，有没有想过一件很奇怪的事？如果宇宙真的这么大，大到光走完整个宇宙都要几百亿年，那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出口？我们好像被困在一个巨大空间里，只能往前看，不能往外走。但科学家却说了一句非常恐怖的话：宇宙里可能真的存在捷径。这个捷径不是高速公路，不是曲速引擎，而是一种会把空间折起来的东西。它的名字叫做黑洞。我们先把黑洞想象成一个吸尘器，但这个吸尘器不是吸灰尘，它吸的是空间、时间，还有光。正常情况下，光是宇宙里跑得最快的东西，没有任何东西追得上光。但是黑洞可以，只要你靠得太近，连光都来不及逃走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在黑洞附近，逃跑这个选项直接消失。黑洞不是洞，它不是一个洞口，它是一个密度高到夸张的天体。高到什么程度？把整个地球压缩成一颗弹珠那么大，它就会变成黑洞。4. 黑洞的诞生通常来自一颗超级巨大恒星的死亡。当恒星烧完燃料，它再也撑不住自己重量的时候，就会发生一件事，向内塌缩，不是爆炸，而是向内无限塌。最后空间被压到几乎不存在，这个地方叫做起点。很多人问一个问题：如果我掉进黑洞，会怎样？答案很残忍，你会被拉着，不是比喻，是真的被拉着。你的脚先进去，头还在外面，黑洞的重力差会把你拉成一条细线。这个过程，物理学有一个很冷血的名字——意大利面化。但更可怕的是时间，在黑洞边缘，时间会开始变慢。如果你在外面看一个人掉进黑洞，你会看到他永远卡在边界，但对他自己来说，他早就已经掉进去了。这代表一件事：时间不是固定的。在黑洞让科学家第一次意识到，时间和空间其实是一整块布，而黑洞正在把这块布往下拉。现在重点来了，如果你把一张纸摊开，从左边走到右边，距离很远，但如果你把纸对折，用针戳一下，你会发现左边和右边瞬间连在一起。这个洞就是虫洞。虫洞不是发现的，是算出来的。当科学家在解黑洞公式时，他们发现一件怪事：数学告诉你，黑洞的另一边可能连到别的地方，不是另一颗星球，而是另一个宇宙区域，甚至另一个宇宙。且问题是，虫洞极度不稳定，它会瞬间塌掉，除非你有一种东西，负能量，而这种东西目前只存在于理论中。电影很聪明，他知道观众不想听公式，只想知道一件事：我能不能瞬间到很远的地方？虫洞刚好回答这个问题，不用超光速，不用违反物理，只要走捷径。很多电影都用过同一个设定：一，虫洞被某种力量稳定；二，主角穿过；三，时间出现错乱；四，回来后世界已经改变。这不是乱编，这些设定全部来自物理理论。
最恐怖的不是黑洞，也不是虫洞，而是它们真的可能存在。黑洞我们已经拍到照片，重力波我们已经测到，空间被拉弯，已经不是猜测。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：如果宇宙真的有捷径，我们准备好走进去了吗？也许有一天，人类不再问宇宙有多大，而是问哪一个入口通往哪里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节目就聊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下一集我们来聊一聊时光旅行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